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组有一个人用33种语言创作的科普视频。我仅使用机器翻译来制作所有视频，没有其他人的任何帮助。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学习语言的方法，但现在我将谈论一个迷人的古代谜团：树木从哪里来？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这个古老谜题的答案，即使在今天也令人惊讶。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树木是从种子长出来的。如果你想种出一棵橡树，你就拿一颗箱子，把它放进土里，你就会得到一棵橡树。但这还不够，一颗种的10多吨的巨大橡树是由几颗种的微小箱子长成的。那么所有的质量从何而来？第二个答案也很简单，可能是从地里出来的。一棵树不可能四处寻找食物，它只能从自己脚下的土壤中获取质量，对吗？其实不然。当然，水主要来自地下，通过根部。但是树本身的结构呢？其木材的大部分跟质量又如何呢？甚至在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明白，如果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只是将其根部周围的土壤向上拉，那么树下最终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坑。当你站在一棵树下时，只要看看它在你头顶上的巨大结构，想想它都来自你脚下的土地，这应该会留下一个几立方米大的坑。然而地面保持平整，而从你放入土壤的箱子开始，一棵树就在不断的生长。生长中的橡树庞大的身体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仿佛是从空气中出现的。是的，没错，这正是谜题的惊人答案。树木结构的主要成分来自空气，那么它是如何发生的呢？通过一个叫做光合作用的过程，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身体都是由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核酸、脂肪和其他类型的氢分子构成的。它们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串联，上面附着或插入氧、氮、氢、磷和其他元素的原子。但我们从哪里获得碳来制造它们呢？从我们的大气中，从二氧化碳分子中。植物、藻类和蓝藻从空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分子，撕下氧气，把它放回大气中，这样我们就能呼吸到氧气，并利用碳原子制造氢分子。例如，用于制造木材主要成分纤维素的葡萄糖，是不是很神奇？水是液体，二氧化碳是气体，二者都很微弱、短暂，但当它们以复杂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变成参天大树。树木从土壤中获取的水也以水蒸气的形式来自空气，凝结后以油的形式落到地面上，制造蛋白质分子所需的氮也被生活在树根附近的细菌从空气中吸收，这一过程称为固氮。当一棵树生长时，周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变成树。当树烧毁或腐烂时，其大部分质量会放回到空气中。
对于所有植物来说也是如此。而我们人和动物是植物并用植物来构建我们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自己身体的结构最终也是由空气构建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看着蓝天白云，想象一下，这就是构成你身体的主要材料。你的结构分子来自空气，也就是你眼中的蓝天。水来自云朵，而阳光则提供了能量。另一方面，当我们站在一个树木丛林的古老墓地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死者的尸体在地面以下，但我们错了。磷酸钙这种使我们的骨骼坚硬而强壮的无机材料确实保留在那里，但从组织到分子的其他复杂结构会分解并被我们周围的植物重新吸收。墓地里死者的尸体不在我们脚下的地下，不，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头顶天空中的枝叶。在斯坦尼斯拉夫·雷姆的著名小说中，有一个星球叫做 Solaris。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着一个智能的海洋。住在太空站并研究星球的科学家们得到一些奇怪的访客们，他们看起来像地球上熟悉的人。Solaris 上的海洋可以纯粹从人类大脑收集的信息中产生这些访客。这当然是科幻小说，但是有一个真实的星球，它被海洋所覆盖，能够产生复杂的结构，并将它们溶解回去。这个星球是地球，海洋是大气，信息是我们的脱氧和碳和酸，结构是我们地球的生物。地球上的碳在两种状态之间循环，简单的二氧化碳分子溶解在大气中，而我们体内的复杂有机分子，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不断。即使现在，当我与你谈话时，我正在呼出由我从食物中获得的碳链氧化而产生的二氧化碳，这是由几个月或几年前的一些植物创造的。我现在呼出的一些碳原子，实际上是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结构蛋白由于各种原因而分解，并被我的细胞用作燃料，产生二氧化碳。随着每一个字和每一次呼吸，我正在完成我在这个视频中谈论的周期。我正在回归自己的一部分，回到大气层。上进的传道书说，我们的身体来自尘土，有归于尘土，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身体来自空中。随着每一次呼吸，它们会回到空中。